咁啊，時間翻去2025年9月份嘅時候啊，小弟個 channel Watch Catalog 咧，首個以廣東話嘅 YouTube channel 嘅身份參展咗香港鐘錶展，都算係一個幾唔錯嘅體驗，識咗唔少嘅錶嘅 network 啦、牌子啦。咁我本身個 booth 嘅對面呢，基本上就係瑞士館啦，牌子大致上同之前都差唔多。老實講呢，就真係唔係好有驚喜，但當中有一個牌子呢，我自己特別留意咗，有唔錯嘅款式。更加竟然有自家機芯嘅手動上鏈款式添啊！再睇呢個牌子，原來個歷史都唔短嘅，有好多標迷呢，亦都因為我嘅介紹呢，當場都買咗，我都戥佢哋開心啊！咁呢個牌子呢，就叫做 Atlantic 1888，經過香港代理嘅幫手呢，多個月嚟嘅一啲協商，最後終於可以為到標迷帶嚟呢個好消息。我自己都覺得成個過程都幾特別。有啲似咧，根據咗自己嘅一啲眼光咧，睇好咗呢個牌子，一步一步咁慢慢去推進成件事。嗱，最後呢啲錶咧都嚟咗香港啦，嚟咗我面前啦。依家可以經過 Watch Catalog 嘅片啦，先睇下呢個實物嘅介紹，慢慢睇完嘅，中意嘅，亦都可以直接去購買啦。更加會有一個優惠嘅折扣去回饋翻支持我哋嘅觀眾啊！中意嘅話可以先俾個 like 啊，或者睇完呢條片記得留言支持一下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啊！咁啊 Atlantic 嘅呢個牌子呢，老實講，香港嘅知名度都算係極低，因為佢哋主要嘅市場集中喺歐洲啦，特別係波蘭。其實牌子早喺1888年呢已經成立噶啦，冇錯。又係一個超過100年嘅瑞士牌子，不過成立嘅初期呢，佢哋就唔係製錶先嘅，而係做一啲 Pocket Watch 嘅零件啦。個名亦都唔係叫 Atlantic，而係叫做 EKB。EK 呢就係嗰個創辦人嘅 initial 啦，B 就係嗰個地方名，瑞士嗰個地方名啦。直到1930年左右啦，先至開始去做錶嘅，叫做 Atlantic 啦。1953年呢，就直接將公司改名做 Atlantic Watch Limited 噶啦。其實自此之後，去到1970年代度啦，都有唔少嘅款推出咗嘅。咁啊，當中其實都幾多都幾唔錯。我諗如果佢哋有心去復刻翻某一啲嘅舊款呢，應該都有啲話題性，絕對有一定嘅吸引力。因為我自己覺得60、70年代嘅錶款呢，好代表到一個年代。80、90年代嘅錶呢，真係冇晒嗰陣味道，同汽車一樣。90年代嘅設計呢，真係悶到爆。咁喺錶展上吸引咗我嘅眼球嘅一個系列呢，就係 Worldmaster 嘅呢個系列，亦都係今次香港代理集中火力嘅一個系列。暫時先將少量先啦，10個嘅款式引入咗香港，試一試一個錶迷嘅口味先。始終佢哋主要嘅 market 都唔喺亞洲啦，其他嘅款式呢，就真係未必咁適合港澳嘅錶迷。咁其實 Worldmaster 嘅系列咧，早喺50年代咧都已經有噶啦，一直都係佢哋最 flagship 嘅一個系列啦。嗱，證明我都有啲眼光啊！喺完全唔知道佢哋歷史又唔知情嘅情況下呢個所揀嘅咁啱，全部都係 Worldmaster 嘅系列嘅。咁我先會由最低價、最抵玩嘅款式介紹啊，亦都係錶迷喺錶展買咗唔少嘅一款，之後再慢慢升級，去到佢哋最旗艦、最貴嘅一隻自家機芯款式。咁啊，價錢當然亦都係最高噶啦。首先第一隻，亦都係我自己最推薦 Worldmaster 系列入邊呢 original 嘅一條 line， 因為性價比奇高嘅一款呢，有一個大約1930、1940年代 Art Deco 嘅味道。不過呢，我諗相信好多錶迷都大概聽過 Art Deco 呢一個好設計嘅一個 term 啦。咁但係其實真正嘅意思係咩呢？咩叫 Art Deco 呢？咁或者等我呢度介紹一下，因為小弟呢其實係讀設計出身嘅，咁所以呢方面呢，我就可以解釋多少少啦。簡單啲嚟講呢，就1900年之前呢，就一樣盛行嘅風格叫做 Victorian Style 啦，即係中文叫維多利亞風格啦，強調極度浮誇嘅裝飾。唔少香港嘅古建築呢，亦都係保留咗 Victorian Style 嘅。某程度上就係叫做多嚿魚嘅裝飾，不必要嘅裝飾。之後去到1900年左右啦，大家都開始厭倦呢種非常浮誇嘅裝飾啦，進入咗一個叫做 Art Nouveau 嘅年代。嗱，呢個名法文嚟，我驚讀錯，唔知有冇讀錯啦。中文就叫做新藝術啦。嗱，今時今日睇呢，都仲係好浮誇嘅，咁但係其實已經收斂咗好多啦。之後呢，就 World War One 啦，打仗啦，咁打完仗之後呢，就欣欣向榮，開始進入一個現代化嘅始祖年代，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轉變。咁就係1919年去到1940年左右嘅 Art Deco 年代啦，正式將多餘嘅裝飾
完全簡化，完全拎走啊，成為咗一個視覺好 iconic 嘅一個設計風格。就算到咗今日咧，都仲係影響緊我哋好多嘅。例如澳門嘅 Studio City 啦，電影嘅 The Great Gatsby 啦，就算你今時今日睇咧，都絕對唔過時嘅。所以亦都解釋到超多嘅牌子去復刻翻呢個時代嘅味道，但係又唔係話每一隻都可以打動到我。但係 Atlantic 嘅呢一隻咧，反而做到最原汁原味嘅嗰種 Art Deco 嘅感覺，因為牌子以前確實真係有推出過噶嘛，有歷史嘅加持咧，真係有啲唔同。我當時喺標展呢，喺完全真係唔識呢個牌子、唔識呢個歷史嘅背景之下呢，都一眼睇得出呢一隻係與眾不同嘅。嗱，證明我讀嘅設計呢都唔係白費嘅。本身呢個款呢，其實就有3隻顏色嘅，不過同代理一直咁去傾啦，都係呢兩隻比較復古少少。奶白色同埋銀白色啦，各有味道，我自己都覺得好難揀。嗱，Atlantic 呢個 logo 咧，沿用翻最舊嘅呢個 logo。睇翻啲文章呢，佢哋咁多年嚟呢，其實都係得3個 logo 嘅啫。分別就係最舊款嘅呢一個啦，大約1940年代開始用嘅一個 logo 啦，最古色古香、最有味道噶啦。不過好可惜，去到50年代呢，又踏入咗一個設計界嘅大變動啊！Art Deco 之後呢，就進入咗 Modernism 啊，現代化主義啊。咁最代表作嘅一定係 Helvetica 啦，瑞士嘅 Helvetica 啦。所以古典味嘅 logo 呢，似乎都不敵呢個 Modernism 就拜拜咗啦。Helvetica logo 呢，我個人就即係 I mean Helvetica 嘅 style 嘅 logo 呢，我個人就覺得一般嘅。咁你話平時排版呢，其實我就覺得 OK 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 logo 嘅 design 去用呢，就真係好似冇乜太多嘅個性。咁不過一用就用咗40年啦，直到1999年至今呢，都係而家呢個 logo 到啦。不過以上我都只可以從 poster 入邊嘅年份呢去推算翻出嚟，俾大家一個參考嘅概念啊。所以我睇翻呢一隻呢，呢一個舊 logo 冇日期窗，成個感覺呢出晒嚟，已經感受到嗰種懷舊嘅美感啦。自己係做創意設計嘅，一睇就睇得出好完美成件事。希望我嘅眼光亦都得到標迷嘅支持啊！ 39mm 嘅標徑，亦都係符合翻依家大家對 Dress Watch 嘅一個條件。厚度就12mm 啦，就唔算非常之薄，但係都算係 OK 啦。復古嘅手錶當然最理想嘅，梗係手動上鏈啦，亦都係呢隻錶最吸引我嘅地方啦。Sellita SW210 手動上鏈嘅機芯，瑞士嘅牌子，瑞士嘅機芯，絕對稱得上 Swiss made。咁啊，呢款香港嘅代理定價都係港幣7680蚊嘅啫，我都唔敢相信啊！因為某啲國家嘅牌子一樣都係玩呢種1940 Art Deco 風格咧，用 Miyota 嘅機芯咧，又唔係 Swiss made。貴都貴過7680呢個價錢啦，加上老實講呢個1940嘅風格呢，呢隻錶呢，我諗做得比大部分嘅牌子都仲要做得好，做得夠晒純正啊！至於另外藍白色嗰隻冇入嘅嗰隻呢，咁如果有興趣咁，當然可以去訂貨啦。咁呢個款呢，其實亦都有自動版 SW28嘅款式，只不過係今一輪呢一轉呢，就冇特別引入啦。另外代理亦都引入咗相對 modern 味道一啲嘅自動機芯版本 SW200嘅機芯啦，一樣都係39mm 12mm 厚嘅。價錢方面呢，同頭先手上鏈嗰隻比呢，就會貴少少咁啦。呢一隻嘅話，如果 prefer automatic 嘅話呢，可以考慮呢一款啦。嗱，第二隻就好類似嘅風格，有小秒針，有日期窗，仲有 power reserve 嘅一個自動機芯版本。嗱，總有啲朋友呢係需要呢類嘅功能嘅，咁我設計款式呢，其實就另一番味道啦，我就覺得都幾 balance 嘅。呢3樣嘢加埋，一樣係39mm 機芯就係 SW279 啦。由於有 power reserve 啦，咁個價錢相對就會貴啲。咁啊，暫時先引入咗一隻試下個市場先，咁就係比較黑白配色嘅呢一隻嘅。咁啊之後嘅話呢，再有一隻 Regulator， 亦都係試下水溫嘅一隻，一樣都係 World Master 嘅系列啦。如果有朋友想平玩一下瑞士牌子嘅 Regulator 呢，都算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。呢隻就大隻少少 42mm SW266 嘅機芯，其實都係 base on 翻 SW200 嘅。咁反而呢一隻就有日期。Regulator 嚟講呢，都唔算好多有日期，呢一隻就有日期嘅。對需要有日期嘅錶迷呢，咁就啱晒啦。而香港嘅錶迷咧，特別鍾情於潛水錶，唔知關唔關潮濕事，所以咧都最低限度都入一隻翻嚟睇下啦，叫做 Marina Wave 嘅。
其實起初我都唔知道代理原來有引入呢一個系列添。本身呢個系列其實有好多個顏色嘅，咁呢個就係一個黑金啦。咁都算係出奇地幾好睇，因為我自己又唔係好中意金色嘅表，咁但係都覺得呢隻 OK。42mm 啦，潛水圈呢就唔係陶瓷嘅，留意翻，反而有翻一個復古嘅味道啦。200米嘅防水啦，用嘅就係 SW200嘅機芯嘅。好啦，咁啊嚟到最後3隻重頭戲，一樣都係 Worldmaster 嘅系列嘅。可想而知呢個系列有幾咁吸引。自家機芯嘅手動上鏈，3隻呢分別係3代嘅機芯，冇錯，3個機芯都係唔完全一樣嘅。咁我呢度就順序咁排咗出嚟啦，1代、2代、3代啦，亦都見證咗佢哋嘅一啲改進啦。如果係標迷嘅話呢，都唔難分辨到佢哋係根據6497、6498嘅機芯嘅基礎發展出嚟嘅。不過又真係冇諗過呢，咁樣嘅 scale 嘅標廠呢，都肯去投資呢個 area， 確實係值得更加多嘅標迷去賞識佢哋。就算你話同一個佈局叫得做自家，起碼大部分嘅零件都要自主去生產啦。咁當然亦都唔係話要去做到每一件零件都要自己做嘅，但係起碼都真係唔係成個通用機芯咁買翻嚟就裝落去啦。咁我諗呢方面呢，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誠意嘅。款式方面呢，係偏向於飛行員 Pilot 手錶嘅一個款式，但係又各有特色嘅。第一代呢，就係一個黑色嘅 PVD 啦，機芯就係 ATL1 啦，金色嘅機芯。反而呢度好得意，有一個類似4/3夾板嘅味道，有啲基本嘅打磨啦。咁但係倒角呢度就冇噶啦。第二代嘅機芯就 ATL 嘅2啦，本身呢其實就有3個顏色嘅，不過暫時手頭上呢代理只係入咗奶白色嘅呢一個面啦，偏向於復古風格嘅一個 dial。機芯反而呢就冇好似第一代咁有一個4/3夾板，更加接近翻6498嘅一個佈局。不過比第一代呢就好似多咗一個微調嘅功能咁樣啦。到咗第3代啦，亦都係牌子慶祝翻135週年推出嘅一個限量版，亦都係最驚豔嘅一隻 ATL3嘅機芯啦。小秒針就喺9點鐘嘅位置呢，就唔難估，其實意味住一個6497嘅佈局啦。佈局嘅設計上就還好啦，已經比坊間唔少嘅手動上鏈機芯呢都已經靚得多，再加入咗一個鵝頸嘅微調。你問我嘅話呢，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加強一啲倒角嘅處理呢，我諗呢隻錶個視覺效果一定大大咁提升。錶盤嘅設計呢，亦都有別於之前嗰2代。我自己又最中意第3代嘅呢一隻嘅。咁啊，3代清一色都係 42mm 厚 11.9mm， 機芯個 spec 都係一樣噶啦，17個石啦，21600振頻，53小時嘅動力儲備。規格上呢，基本上同6497嘅系列呢都係一樣噶啦。大家最關心嘅價錢呢，3代都唔一樣。好明顯第3代一定係最貴噶啦，但係原來呢2代呢係最平噶喎。價錢呢都喺晒畫面上面所顯示出嚟噶啦。咁不過第一代呢同第3代都係一個特別版啦，所以有一個更加精美嘅木盒，以及佢會送多一條錶帶俾大家嘅。咁啊，以上介紹嘅10隻手錶都已經更新咗喺 bywatching.com 嘅網站上面噶啦。其實呢個網站都係小弟一人去經營，都係屬於 Watch Catalog 嘅，所以網站上面都有齊晒價錢噶啦。價錢方面就由7680起跳啦，去到23,250蚊嘅。不過呢，網站就係用美金去計算啦，折合咗之後呢，就可能會爭少少嘅。有興趣朋友可以直接喺嗰度以8折嘅優惠價去落單啦。預計可能要大約3至4個星期先至會到貨，或者去到 Time Shop 嗰邊選購。因為暫時啲錶都係得一隻嘅啫，每個款。咁啊，當支持一下本地嘅小店啦。我自己就最推薦Basic 款嘅呢一個手上鏈。咁啊，折實咗都係講緊可能6000零蚊就買到啦。而呢個價錢呢，其實玩到手上鏈嘅味道呢，我覺得個性價比已經好高噶啦。咁其實 Worldmaster 仲有其他款式都唔錯，當中呢，其實最吸引到我就係呢個黑白色計時嘅錶盤呢個款啦。Worldmaster 嘅 Bicompax 又係一個1940年好 iconic 嘅錶盤設計。Longines 其實都有一隻類似嘅，咁不過呢一隻呢就有日期同埋有透底噶啦。咁只係今輪呢未知道大家錶迷對呢個牌子嘅反應，未有引入嘅啫。另外仲有一款呢，又係一個好 Art Deco 嘅款都唔錯。咁就算我唔中意金錶呢，都有興趣
金殼黑面嘅呢一隻。不過如果 logo 咧用翻舊款應該會比較好啲啦。之後咧無意中亦都發現咗佢哋原來一隻金標嘅特別版添，全金啊，金殼嘅，即係意思係。咁啊，今集嘅介紹就去到呢度先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哋用心引入嘅呢個牌子啊，一個嚟自瑞士1888年成立嘅 Atlantic。中意嘅話俾個 like 啊，或者留言發表一下意見啦，支持一下我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